当地时间周三，刚上任一周的德国总理舒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其首份政府报告，阐释新政府内外政策。其中有关对华政策的最新表述引发高度关注。与此前执政联盟公布的被认为是史上对华最强硬的协议文本内容大为不同的是，舒尔茨在新报告中强调中国是一个重要的经济伙伴，呼吁对华采取务实态度。外界关注，在德国联邦政府史上首次三党联合执政的情况下，在美国打着价值观旗号，极力拉拢盟友对抗中国的背景下，舒尔茨带领的德国新政府能否延续务实平衡的对华政策呢？来看报道。舒尔茨在发表上任后首份政府报告中，用时1个半小时阐释新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推动能源转型和环境保护，以及加强欧洲团结等方面政策。演讲中，舒尔茨首次以总理身份阐述的对华政策引发关注。他承认中德两国存在分歧，但舒尔茨话锋一转，表示这改变不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历史悠久的国家，在国际力量的协调中占据重要位置。舒尔茨强调，中国是德国重要的经济伙伴，德方愿与中方在气候变化、新冠疫情、军备控制等影响全人类的领域开展合作。舒尔茨继而呼吁对华采取务实态度，指出我们对华政策必须与实际情况保持一致。外界注意到，舒尔茨的对华态度近期发生了几次变化。11月24日，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以及绿党、自民党组建执政联盟，在公布的执政联盟协议文本中，多次出现涉台、涉港、涉疆内容，公然踩踏涉华红线，还将中国定义为系统性竞争对手。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认为，这是德国史上对华最强硬联盟协议文本，德国对华政策恐怕要变天。不过，12月7日，在就职前一天，舒尔茨的态度却与文本截然不同。他表示将会密切关注同中国的合作，直到上台7天后，舒尔茨在德国联邦议院发表首份政府报告中，将务实作为对华态度的基调。舒尔茨政府的这个务实的对华政策，跟舒尔茨本人的对华立场是直接相关的。因为舒尔茨这个人呢，对中国的这个态度一直是比较务实的，他也来中国访问过，对中国比较了解，有个相对比较客观的认识。当然呢，跟德国本身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关系，因为中国市场是德国这个经济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德国联邦政府此次换届，史上首次迎来三党联合执政，这给德国的对华政策带来更多不确定性。观察指，德国新政府三党面临不同诉求，在某些议题上甚至存在截然相反的政策主张。在对华政策上，舒尔茨所在的社民党相对友好温和，而自民党和绿党更强调价值观外交，多次炒作涉华议题。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日前就表示，中方重视中德全方位战略伙伴关系，希望德国新政府延续务实的对华政策，与中方相向而行，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发展双边关系，把精力用在推动中德各领域务实合作上。不管是社民党也好，绿党也好，还是自民党也好，所以他们的对华立场都是在大体上都是这个3个方向：跟你竞争、跟你合作、跟你对抗，所以都会有的。这个未来整个德国政府的对华的这个竞争与合作这些方面呢，这个是他们内部是需要去进行这个内部协调的。在德国新政府的对华政策上，新任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态度也格外值得关注。12月初，以绿党主席身份作为后任外长的贝尔伯克，在接受德国日报采访时，就说出了很多颇具争议性的言论。公开宣称自己一上任后就会对华采取强硬的外交路线。他还建议欧盟禁止进口新疆生产的产品。贝尔伯克还声称，尤其是在未来的技术领先地位方面，德国与中国是竞争对手。不过，不到1周后，已经履新的贝尔伯克态度似乎发生了变化。周日，贝尔伯克在首次参加这些国家外长会时，主动向其他外长介绍起了对华政策。他说：“中国是我们欧洲人和这些集团的共同伙伴。现在德国的态度就是要在公平和保证人权的情况下，能和中国达成合作。”在谈到是否抵制北京冬奥会的问题上，贝尔伯克的说法也有所不同。他表示，自己就是体育运动爱好者，而奥运会作为一项定时举办的体育庆祝活动，应该尊重运动员，不要浪费他们可能长达数年的努力。
它既会跟美国在某些领域进行合作，比如说在人权领域啊、政治性的领域啊，甚至在某些安全的领域，比如说在印太政策方面，它可能会一定程度上追随美国。但是在一些具体的其他领域，比如说经贸领域、全球治理领域，热点这个全球热点地区的这个解决的一些问题上，我想德国它会有自己的立场。德国新总理在联邦议会发表首份政府报告，首次谈及对华政策，在承认分歧的同时，也释放一系列务实信号，强调中国是重要经济伙伴。那您对此有何观察？首份政府报告实际上印证了我之前的一个判断，那么后默克尔时代的中德关系还是可以看高一线。有德国政坛蓝版默克尔之称的新总理舒尔茨，他还是会延续德国的对华务实外交政策。德国新政府是3党联合组阁，被戏称为红绿灯执政联盟。那么此前3党组阁协议中就已经多处提到中国，明确德国新政府将会以所谓的3个关系来定位中德外交，也就是伙伴关系、竞争关系和系统性对手。那么这和美方的所谓3分法有相似之处，但是美方所谓需对抗时，对抗的这个调门就更高。那这份协议就强调说，德国应该在欧盟共同的中国政策框架下来发展对华关系，同时加强美欧之间的中国政策协调。舒尔茨的前任默克尔在卸任之际曾经由衷说过，对于同某些伙伴之间的合作关系，德国最初的态度可能过于天真，但是在当今世界局势之下，德国以及欧洲都应该加强同中国的合作。在我看来，对默克尔的天真说，作为继任者的蓝版默克尔，他显然早已经用心吃透了，深谙其中的味道。好，谢谢广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